吓我一跳你！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我有个同学住院了，所以我就临时赶回来看他。我明天一早还得回去呢。妈，你快坐下来，坐下来尝一尝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。来来，锅关了关了。都会自己煮面条。怎么样？味儿还行。哦，我搁辣椒。展燕爸爸接她回家了，应该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早点休息，明早一起回厦门。明早见。辣椒来了。干嘛？我知道你有很久没有见到你女儿了。来来，尽管看，免费。瞧我闺女长得多好。妈最近啊，老想起你小时候的事儿。你还记不记得你爸刚走那会儿，我带你参加过一个教堂婚礼？当年我们娘俩走投无路，没有人愿意帮我们，这让我心里很生气。后来在那个婚礼上，我就把被盛家拒绝的气都撒在你身上，我记得还把你给吓哭了，让你不准再接近他们家的孩子。现在想想，我很后悔，因为当年我的偏见让你拘束了。其实以后的路啊，你的人生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走，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，要往前看，不要再回头。妈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受的苦，我不怨你，也不怪你，但是这些话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谢谢妈。快吃吧，不然面都坨了。这放了辣椒，哎呦喂！这个好吃，给你吃。啊？你是不知道，看到美术教室里一片狼藉，然后说你在医院，我还真以为你受伤了。结果倒好，害你怎么了？教室里损坏的画板还有染料，我会赔给学校的。但是你事后要在外面找一间画室继续练习，暂时不能回正华。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快吃吧，都凉了。有时候吧，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身上有那些家族恩怨、人文悲剧什么的，总之就是惨一些，更辛苦一点，这样或许就能招惹一些你的同情。你又胡说什么呢？我呀，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家，也没有那些曲折离奇的悲惨故事，我就光现在这么一个重考，就让我们家那俩是公务员的父母差点就要跟我断绝亲子关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自己会去外面找画室的。要是一时找不到，你也别着急，到时候跟我说就是。
今天你真的没受伤吧？改一改你的脾气，以后控制点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老是这样子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经历了这么些事，我也没有力气耍花招了。我保证会乖乖的。哎，我刚说这个好吃，给你吃一个。啊你不会又耍我吧？好吃吧？刘伟静，你放了多少胡椒？这是想喝水啊？好，你帮我收拾画室，我给你救命之水。咱俩扯平了啊。你气呼呼的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因为我想伪装出一副完美的外壳给你们看。但是洛枳，他总能一句话就刺破我的面具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也想要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。更真实的自己，说的倒容易，成就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底哪张脸才是我自己的。我只知道，不管过了多久，会痛的，还是会痛，一点都让不了，也放不下，更不会原谅。赶上今天那门课了？赶上了，而且我就猜到你一下课肯定会来图书馆加强进度，我当然也不能输了。所以你那叠就故意比我这叠摞得高？不是故意的，巧合。再弄发导课笔记。我刚弄好，你要吗？还有思修课的，一起打包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再看大神学霸的位子，大二就要宣告让位，也不太光彩。看完了吗？我没看你，我看书。我是说，书看完了吗？
看完了，吃饭。百丽，百丽，洛枳，你回来啦？啊，看到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也不先回宿舍找我？我一回来就着急去上课了。哎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哦，你别管我了。我们回宿舍再聊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一起吃吧。我都打包了。还一起吧。走。哎，看看这是谁呀？啊，老盛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回来先不找我，先去图书馆找洛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实必然，我有好几科文科得靠洛枳。是吗？是吗？谁啊？让开。哼。哎，那边位置的确比较空，空气也清新，那我就过去了。慢慢吃。身体还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关心。哎呀，我吃饱了，你吃饱了吗，洛枳？走吧，咱们。洛枳，不要着急走。我要说的事情，关乎淮南的未来，你应该也想知道吧？行，你说吧。四大学生创投比赛要开始了，我帮你拿了报名表。以你盛淮南的实力，首奖非你莫属。这才大二呢，就搞什么创业工作的，也太早了吧？对于没有目标的人来说，无论活到几岁，追求的只是一口饭的温饱。但对于有实力的人来说，追求在20岁之前让全世界看到自己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学生创投，绝对是最好的舞台之一。感觉你说的没错，创投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才能创意，创造出非盈利的点子，服务于更多人。可是这几年，创投首奖的点子都已经被高价买断，或是企业团队延揽成为企业合伙人，充其量只不过是提前成为大企业的雇佣罢了。洛枳说的没错，这几年拿首奖的人确实都被大企业揽去。但也不可否认，这个比赛确实对未来有帮助。首奖不一定非要卖点子，自行创业也是挺好的。淮南，你信我一次，我相信，不管是雇佣还是自行创业，你都是最闪亮、最出众的那个。当然，还得加上我的外语能力，一定能为你的团队加分。对于日后拓展海外事业或者天使投资人，都能帮得上忙。淮南愿不愿意参赛是他的个人意愿，别人不需要左右他的思想。我想淮南应该早就知道这个比赛，心里也已经有谱了。确实啊，教授那边其实早就告诉我有这个比赛了，而且我也在考虑上线。那行，
那就这么定了。这次创投评委对演示文稿的细节和外语书写特别重视，那这个部分我就先包了。什么时候第一次开会再通知我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什么人这是？自己聊完话先跑了，就逼的人跟他一块干。你还是少说两句。闹胜利出手就知有没有，早说呀！啊，我加入你们，我给你当助手怎么样？有想法了吗？有啊，透露一下。有兴趣加入这个团队吗？保证让你这个文科学霸发挥所长。你先提概念，我再决定。人都齐了，那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咱们这个创投比赛的比赛项目。还有我呢。可以开始了。儿童防走失 APP， 这是……没想到看着导航还能迷路，你这个文科学霸看来除了体育之外，还有第二个致命问题。都是地图太不精细，才害我迷路的。行啊，都怪地图。那我下次给你买个那种防走失的手环，儿童用的，这样我一下子就能找到你。跟着这个淮南牌的导航，保证你永远不迷路。前方20米左转。等一下，儿童，为什么会设定给儿童呢？淮南，以你的才能，应该发展更大的项目才对啊。咱们目前呢，时间跟经费都有限，这个防儿童走失 APP 呢，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最佳方案，而且等这个项目做的成功以后，咱们再去扩大这个使用范围，这个也不迟。这款 APP 它的核心理念就是随时随地用爱守护在你爱的人身边。哦，这么温暖呢。或许你说的这个终极版可以成为你毕业后创立的首发 APP。那咱们这个 APP 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这个，它可以跟商场里面的监控系统、服务台，还有安保系统产生联动。这样的话呢，即使你在逛商场的时候，小孩即使走丢了，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知道他的孩子到底在哪。哦，这就是一个小孩逛的有趣，妈妈买的开心的概念。果然是淮南，一出手就有拿手奖的架势。真想赶紧生个孩子呀，这样我就可以用这手环了。你可别跟我争啊！要生也是我先生吧？哎，你别，不需要为了这个手环单独生个孩子吧？你们想用的话，现在也可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又不是小孩子。你是不是当我们是弱智呢？不是当你们是弱智，是当你们是弱智，是不是啊，弱智？放心，冷静，我也是弱智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冷静。怎么样？加入。我加入，我也加入，加入。我也加入。哎，听说没？盛淮南要参加创投比赛了。对呀，我刚也在极客上看见有人爆料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看。走吧。
你看，盛华娘参加创投了。盛华娘。重大新闻！别打！看！重大新闻！哎，你看，盛淮南参加创投比赛。这个创投比赛了。校园创投立意很美好，是给没背景、没资源的学生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，却无奈有人投胎天赋已经满点，却还来抢属于我们穷困生的名额。只能说社会是公平的，但是有些人生来却比其他人更公平。师哥呀，你这帖子发的真是才华横溢，振聋发聩，引人深省啊！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，读永乐师兄创投帖不哭者不帅啊！行了，你们就别瞎吹捧了，我是真的有感而发。咱们跟着钱教授下乡搞研究，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还指望着创投能拿个好名额呢。对呀，哎，这创投奖金可以贴补研究经费呀。得名比奖金重要吧？或许能申请国家开发的奖项，拿到更多的经费。盛淮南一参赛啊，这各种的资源肯定倾斜，别说国家级别的奖项，就连咱学校自己的，肯定也得缩水。没辙呀，咱们再努力也比不上人盛淮南在报名表上签个名。不过，要是有人执意要拦咱们的路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在协生会好过。一定要智能，而且云端服务器一定要。师哥，你觉得咱们这个程序构架上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是在某些极端气候下，传感器应该会死机的情况。你说这也是，死机现象一定要解决好，而且后面看解决好。如果死机的话，那一切就师兄。师兄，哟，这不是盛大少吗？您干嘛来了？不是要讨论校友分享会的细节吗？哦，哎呦，淮南现在还有功夫管我们学生会这摊小事呢哈。这应该是忙着去抢创投首奖了呀，对吧？这未来的硅谷大神，我们学生会这座小面哪容得下？原来永乐师兄也报名参加创投比赛啊，那你就更不应该花时间跟淮南在这置气了。你应该好好想想，怎么样争取第2名，10万元奖金可不少，还一样能参加创投营的训练，认识许多企业主。我们呢都是小土鳖啊，为了找到好的工作，才需要创投得奖的履历啊。淮南应该回家继承家业，对吧？就在公司好好等着我们来面试，啊！非和乞丐抢着丐帮帮主的位子，你不是吃饱撑的？自己没本事，就不要怪别人有能耐。创投比赛是比才能的，淮南的团队组成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一时之选。第1流的团队，全师大也只有淮南才能组得出来。就才能而言，师兄觉得有胜算吗？你要是自知打不过，就早点另寻出路，不用浪费时间在这自怨自艾的呀。对，老郑设计这个呢，不是为了什么名利，也不是为了什么履历，纯粹就是为了从生活出发，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嘛，对吧？这才是大学生创投的初衷嘛，不是吗？大家都是学生，各凭本事嘛。老师他可以评爹啊，他骄傲了吗？没有吧？今天还讨论校友分享会的名单吗？这样吧，既然淮南这么在意，不如让你老爸亲自来。哎，我听说你老爸也是4大毕业的吧？让你老爸直接来当校友分享会的主持人，哎，那咱们就不用在这儿开会。哎，
师哥的这个想法好啊。就是。不讨论的话，先走。不送。老盛，班长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！你组队参赛，怎么不跟哥们儿说一声？我也想出一份力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戈壁不是一向是把生命放在美好事物上的享乐派吗？怎么对创业感兴趣了？人总是要成长的嘛。我爸说了，希望我在学校期间呢，多争取一些漂亮的履历，将来在董事会呢才说得上话嘛。淮南，以你的实力拿首奖绝对没问题，我100%相信你。不管你以后开发什么项目，搞什么调研，尽管找我叫自己，我要占一份大股。真的假的？传说当中的土豪现身，一言不合就要掏钱。如果你想好好参与团队研发，我们可以聊一下。知道我不是今天搞科研的料。这个呢，是我爸留给我的办公室，地儿挺大，挺舒服的。创投开发期间，任你们使用。谢乔伊，不必了。谢了隔壁，够意思。看好你哦。我也看好你哦，太有眼光了。淮南，不拿白不拿，我们总要有工作的地方吧，总不能以后开会，大家都挤在咖啡厅小包厢，难不成还要找网吧熬夜呀？本来呢，学生会办公室我们可以用，但是现在我们和陈永乐闹掰了，同处一室，气氛会很怪。反正你就好好搞你的科研开发，剩下的事情放心交给我，不用你操心，相信我好吗？上课去。南师弟，我擅长规避，你这样，你团队带我一个。我知道展颜也在你团队，我跟他熟，你哪怕让师兄打个杂也行啊。哎，我看过永乐师兄的做法，我愿意帮你做事，我会 SQL。放开他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？起个！你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呀 ？VB，你是小学生吗 ？SQL，你什么等级的证书啊？你们两个别翻了几页书就在这骗吃骗喝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团队呢已经组完了，没有要招人的打算，抱歉。哎，淮南，你干嘛？沈淮南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我？是不是我一直不放弃，一直跟你告白，所以你根本就觉得我特别的烦，所以你根本不想跟我一队？四大每个同学都有参加创投比赛的权利。如果你有好的项目，你可以自己参加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继续讲法律方法。今天呢，我想讲一小段的体系解释。所谓体系解释吧，就是说对某一个法律条文、某一个句子，或者说某一个段落的理解，要跟它整个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的意思要相协调。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，或者形成了逻辑的错误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就要按照它的。很多人都觉得淮南他不该来参加比赛，占据资源。正确的解释。你说跟他不熟的人就算了，刚刚在学生会的时候，跟他很熟的那个师兄永乐，也对他冷嘲热讽。要不是叶展颜在站得住，我估计啊，这更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了。我真的是觉得。先别说了，认真听课。行人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的，那么撞了白撞。实际上原话是。不是撞了白撞，是机动车没有违章的不负责任。那么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的记者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撞了岂不是白撞啦？于是好球！行了，休息会儿吧，100个球了，你不累啊？啊？那你休息会儿。不
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根本就不用去听那些流言蜚语，活这么累干嘛呀？搞不懂呢。林睿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刚过来。啊。林睿，听说淮南参加了学生创投比赛，你也是成员吧？啊，我是。我看叶展言在网上帖子上说，你们的成员要入住高档写字楼，可享受了。你帮我在里面也安插一个位置。我们团已经招齐人了，满了。所以我才来找你，让你帮我跟他说嘛。你说不说？那我自己找。不。老盛他在想创业呢，不要打扰他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EQ 吗？这样，你来的正好。老盛啊，他一个人挥棒挥了1个多小时了，我扔球扔的手都快起茧子了。这样，我们叫个班。乐之，我记得你也是创投成员。没事，你快去吧，快去，我们吃冰淇淋。等一下，还有10秒。开动！天气冷的时候，吃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还挺暖胃的。那也得有人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又正好给你烧来才成。那现在呢，我有一碗暖胃的面条，还有一个暖心的朋友，这个时候要是来上一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，就完美了。就算是舌灿莲花的律师，也没办法天天给你煲鸡汤。这样下去，要按钟点收费。每当我有朋友陷入低潮的时候，我都不会去问为什么，就像我不会去问你还好吗，因为我知道这不切实际，到了最后，还是得靠自己走出来。果然是未来的律师啊，能理性分析。记得展言情绪失控那会儿，我在病房里就借用你的话去安慰他。你看他现在恢复得多好，果然带你回去是没错的。这才是像样的开会风格嘛！要我跟一帮宅男挤在咖啡厅小包厢研发应用程序，肯定得闷死我。喂，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学校啊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山上等待的人。既然淮南的心靠向洛枳，那我就想办法跟他绑在一起。行的，我等着看好戏。盛淮南，你能轻易的要我放下，是因为你不知道，
我过去那些悲惨的故事，也跟你有关。所以呢，现在咱们这个防儿童走失 APP 的概念有了，现在当务之急呢，就要赶紧的去执行测试，这样才会有说服力。现在是数据时代，只有数据能够代表一切，而不是纸上谈兵。简单来说呢，咱们现在需要去买一台网络监控录像机，架设好中央监控管理系统，然后把 APP 给编写好，这样就可以进行测试了。买录像机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买那种带有 P2P 云服务的，这样就可以手机远程操控。那我先去查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产权登记情况，再找出我们可以申请的项目。巧了，我正好想请你帮忙呢，那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。歌迷出手真大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这强到发光呢！啊！看来看去还是戈壁这儿好啊！天哪，这么大的屏幕啊！哎，这沙发很贵吧？啊？别转了，是吧？转坏了赔不起。赞，没事儿，戈壁需要我们的研究成果，他不会心疼的。不会心疼的。哎，我觉得这儿特别有灵感，一坐什么都能想得起来。这儿呢，只是咱们借用的一个工作场所，大家别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哎，赶紧收拾起来，开始工作了。哦。朱晨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份英语产业分析作业怎么样啊？我用的统计图表会不会不够专业？你用折线图来呈现，这思路是对的，不过还有很多其他办法。要不你把文档发给我，我帮你建立一个模型，应付你的英语作业足够了。行，好，我现在发给你啊。你认真起来挺严肃啊，笑一个呗，那样你会更好看。展颜，展颜，送你个礼物。上次你过生日啊，礼物准备太仓促，这回啊，我特意给你选了一个，你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我不缺珠宝首饰，我要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。再说，我生日都过了，你还送礼物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今天是来学习的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啊，这挺好吃啊。总结一下咱们现在的进度啊，我们的儿童防走失 APP 呢，是专门为商场或者游乐园之类的以亲子客群为主体的场所去使用的。无论小孩走到哪儿，都能够及时的跟监控器做连接回报，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们的家长或者附近的工作人员。那么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呢，就是完成手环内 APP 的编写，架设好中央监控系统，然后尽快的去做户外跟室内的测试。老师啊，户外测试容易，但室内我们得奖之前谁会给我们测啊？对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小孩我们是哪找啊？总不能让我跟老大扮演小孩亲自上场吧？这个可以啊。但是我觉得室内测试难，我们还是得做呀，这样做出来的数据才有信服力。我已经跟朱妍姐说过了，她同意我们在别墅里架设摄影机，小区的保安也表示没问题。Jack 和 Tiffany 也很乐意帮忙，我们只要把手环送过去就可以。你怎么总能提前想到我想要做的事情？
跟这个老是会错我意的张明瑞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可是你的大宝啊！你不是啊，我的在宿舍呢，不是吗？是宝贝，没错。不，不是。我们儿童防走失 APP 的标语就是Baby Guard， 宝贝守护者，宝贝您的宝贝，让商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宝贝们的保姆。果然是文科学霸。Guard 呢有守护还有跟随的意思，这个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核心精神。开工！加油！开工！保安大哥，你能帮我把门打开一下吗？你找哪位？哦，我跟楼上15楼的社怀男是一个团队的。